台湾、韩国、日本这三个东亚邻居，到底谁才是真的有钱？你心里的答案是什么？是日本吗？对呀，富士山下的银座街头，那一家家米其林餐厅，那一台台名牌轿车，那一位位西装笔挺、走路带风的上班族，怎么看都像亚洲首富的样子，是韩国吗？也说得过去啊。三星、现代 LG、江南的豪宅一栋比一栋夸张。韩星穿着名牌走出仁川机场，整个首尔仿佛就是一座超大型购物中心。那么台湾呢？你可能会苦笑摇头，我们不就是低薪、高房价、苦哈哈过日子的小老百姓吗？我们有什么好比的？可万万没想到，最新的国际数据出来，现实狠狠地打了所有人一个巴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的人均 GDP 竟然飙到37827美元，把韩国的35960美元甩在身后，更超越日本的34720美元。这是台湾23年来第一次在人均 GDP 上赢过韩国，也是连续第2年赢过日本。从账面上看，台湾现在是亚洲第4有钱的经济体，仅次于新加坡、澳门、香港、日本和韩国，反而被我们踩在脚底。这数字一公布，韩国媒体炸锅了。韩国经济新闻头版直接写，连续4年被台湾压在脚底，韩国该怎么办？日本媒体则是默默低头，连反驳的力气都没有。可是先别急着开香槟，庆祝台湾终于翻身了。如果你和我一样，每个月看着存折数字直摇头，看着房价只能仰望天花板，你心里一定会有个巨大的疑问：为什么账面这么有钱，我口袋却空空？韩国人是不是真的比台湾人爽得多？日本失落了30年，到底是真衰退还是装衰退？这3个国家的有钱，到底是谁的有钱？今天这集我们要层层拨开这个迷雾，从人均 GDP 到税后月薪，到家庭财富，再到房价、债务、实际购买力。我向你保证，看完这集，你会对这3个国家有完全不一样的认知。最后的答案可能会让你倒抽一口凉气。我们先从那个爆炸性的数字看起，台湾人均 GDP 超越日韩，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它千真万确。往前推几年，2022年那时候，台湾人均 GDP 才刚刚追上韩国的尾灯，全亚洲都觉得是疫情导致的暂时现象，等疫情一过，韩国肯定又会把我们甩开。可是接下来几年，差距居然不是缩小，而是越拉越大。今年 IMF 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甚至直接预测到2031年台湾人均 GDP 将达到56101美元，和韩国只有46019美元，差距会超过1万美元。而且 IMF 还上修了原本的预测，把台湾突破4万美元的时间点从2029年提前到2026年。换句话说，今年我们就会踏入4万美元俱乐部。这不是什么昙花一现，而是一场结构性的板块大位移。为什么呢？3个字：台积电。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整个半导体产业链加上 AI 浪潮的合爆。2025年，台湾 GDP 成长率冲到惊人的 8.68%， 是亚洲最强的数字。第3季更是年增超过 8%， AI 晶片的需求像吹风机一样，把整个经济体吹得热浪滚滚。从辉达 NVIDIA 的 Blackwell 晶片，到 OpenAI 的伺服器扩建，到全世界资料中心的疯狂建设，所有的订单最后都会回流到一个地方：台积电的晶圆厂。瑞银 UBS 甚至预估，到2028年，台湾将成为全球新增100万富翁最多的地方。在56个受调查的国家当中，排名第1，亿万富翁的成长率高达 47%。 听起来很狂吧？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喊一声台湾真的站起来了？慢着，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这集影片就太无聊了，因为接下来剧情会反转，再反转，再反转。人均 GDP 这个指标本质上就是把一个国家所有的 GDP 除以全部人口，它衡量的是平均产出，但它有2个致命缺陷。第一，它衡量的是产出，不是收入。你公司今年赚了10亿，不代表你的薪水就会涨。第二，它是平均数，不是中位数。当一个国家有极少数人
赚超级多的时候，这个平均数会被严重拉高，但跟绝大多数人的真实生活完全脱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一间酒吧里有10个普通人，每个人月薪5万，突然郭台铭走进来坐下来喝酒，这时候你计算这11个人的平均月薪，会发现平均数飙到天文数字，但其他10个人的薪水并没有变。这就是台湾现在的状况。整个经济体被半导体产业强力拉抬，但服务业、传统制造业、餐饮业这些雇用了大多数台湾人的行业，薪水纹风不动。一位台北的私立学校讲师说得很直白，我们台湾人感觉很冷，因为成长都被科技业拿走了，服务业薪水没跟上通膨，这话戳到痛点了。所以当我们听到台湾人均 GDP 超日韩的时候，正确的反应不应该是欢呼，而应该是冷静地问一句，这份富裕到底落到了谁的口袋里？这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层真相，薪水的真相。2025年8月，国际商业杂志 CEO Wen 发布了一份让全台湾人脸肿的报告。这份报告调查了全球197个国家和地区的税后平均月薪，也就是你每个月真正能带回家可以花的钱。排第一的是瑞士，每月8218美元，折合台币约 24.7 万元。紧追在后的是卢森堡和美国，分别是6740和6562美元，听起来离我们很远。那亚洲呢？亚洲第一是新加坡，4457美元，约台币 13.3 万。第二是香港，3177美元。第三是谁？你猜猜看。答案不是台湾，也不是日本，是韩国。韩国的税后平均月薪达到2287美元，折合台币约 6.85 万元，全球排第30名。日本则是2583美元，约台币 7.7 万元，全球第27。那台湾呢？台湾税后平均月薪只有1870美元，约台币 5.6 万元，全球第41名。亚洲四小龙敬陪末座，我们不仅输给日本和韩国，还输给澳门、爱沙尼亚、捷克。捷克你听过吧？东欧国家，我们的薪水比捷克还低，等等，这就奇怪了。台湾人均 GDP 明明是这3国之中最高的，为什么我们的薪水反而最低？人均 GDP 赢月薪输，这个矛盾到底是怎么回事？答案就藏在刚刚我们讲过的那个秘密里。台湾的人均 GDP 是被半导体业、被台积电那几十万名工程师的高薪拉上去的。网友调侃说，这1870美元还是平均了台积电薪水之后的结果。换句话说，如果把台积电拿掉，台湾的平均薪资会更惨不忍睹。一个毕业就进台积电当工程师的年轻人，年薪200万起跳，工作10年攒下几千万都不奇怪。可是隔壁巷子那家咖啡店的店员月薪3万5，10年下来连台北市1平房都买不到。这就是台湾分裂的2个世界。而日本呢？日本的薪水水平之所以还能赢台湾，跟它的产业结构有关。日本是一个全产业均衡发展的经济体，从汽车、机械、半导体、化工到服务业，每一块都还算有底气。虽然失落30年，但日本企业的家底厚得惊人。日本财务省的数据显示，到2023年底，全日本企业不含金融保险业，内部留存金已经突破550兆日元，几乎和日本一整年的 GDP 等值。这是一头沉睡的巨兽，只是他还没有意愿把这些钱分给员工而已。2026年3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推出了加薪促进税制，把法人税抵减额度提升到史无前例的 50%， 试图把企业金库里那550兆日元内部留存金硬生生挤到员工口袋里。为什么他要动这把刀？因为高市看得很清楚，日本企业长期囤积超过550兆日元的现金，不愿加薪，正是日本经济成长停滞的最大主因。能不能成功，没人知道，但这代表日本决策者也终于意识到，企业赚钱，员工没钱的怪圈，再不打破就要出大事。韩国呢？韩国的薪水高，背后有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它是被三星、SK 海力士、现代汽车这些财阀撑起来的。韩国的出口结构极端不平衡，
超过 60% 的半导体出口集中在 DRAM 记忆体上，财阀员工薪水高得吓人，三星工程师年薪轻松破1000万韩元，但小商家、自营业者、中小企业员工过的却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今年韩国主要商业银行和信用卡公司的贷款逾期率飙到近10年最高水准，经济不景气，自营业者和个体户几乎没办法呼吸。年轻人甚至创造了一个词“地狱朝鲜”来形容这种顶尖光鲜亮丽、底层水深火热的两极分化社会。所以从薪水的角度看，三国格局完全颠倒，日本赢，韩国第二，台湾垫底。看到这里你会说啊，原来日本人最有钱啊，慢着，剧情还有第3层大反转，让我们把镜头从每个月的薪水拉到每个家庭真正积累下来的财富总额。这时候故事会发生戏剧性的翻转。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数据，以购买力评价 PPP 为基准，台湾每户家庭平均财富达到 79.8 万美元，这个数字在 OECD 国家当中排名第3，仅次于卢森堡的 94.1 万和瑞士的 86.2 万，而韩国呢只有 36.2 万美元，日本呢更低，只有 29.5 万美元。你没看错，台湾家庭的平均财富是日本的 2.7 倍，是韩国的 2.2 倍。台湾家庭比日韩有钱得多得多得多。这个结论可能很多人听到会怀疑人生。日本不是发达国家吗？东京街头那么繁华，怎么可能输给台湾？韩国的江南豪宅那么夸张，怎么可能输给我们？但数据就是这么冷冰冰的摆在那里。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得回到3个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路径。先说日本，日本的家庭财富之所以这么低，跟那段传说中的失落30年密切相关。19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裂，整整一代日本人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房地产不适合投资，房价只会跌不会涨。日本企业则经历了极度痛苦的债务清理，产生一种叫做 PTSD 的心理创伤，不相信银行，只相信现金。他们把赚到的钱全部存起来当防御资金，不投资，不涨薪，不扩张。更可怕的是，日本经济学家门马一夫指出，日本家庭持有大约1100兆日元的现金和存款，这数字很惊人，对吧？但问题是，过去3年日本累积通膨大约 8%， 这些储蓄账面上没动，但实际购买力已经蒸发了大约90兆日元的价值。日本家庭辛苦存了一辈子的钱，被通膨悄悄偷走了90兆，实质工资已经连续下降25个月。日本政府最近甚至打算把 1% 的实质工资增长设定为首个官方目标，计划在2029年达成。连这么低的目标都要等4年，可见日本实质购买力的萎缩有多严重。更让日本人焦虑的是，日元对美元持续贬值，换算成美元计价的时候，日本家庭的财富在国际比较上自然就惨不忍睹。一个东京中产家庭存款账面上有3000万日元，看起来很多，但兑换成美元只有大约20万。同样的存款10年前可以换30万美元，整整缩水1/3。这就是日本人现在的痛苦。再说韩国，韩国家庭的财富之所以这么低，原因更刺眼，那就是2个字：债务。根据国际金融协会 IIF 的报告，韩国家庭债务占 GDP 的比重曾经高达 91.7%， 连续4年蝉联全球第1大家庭债务国。最近这个数据虽然降到 90% 出头，但仍然位居全球前列。为什么韩国人这么爱借钱？原因之一是他独特的房屋租赁制度。韩国租房有一个全世界独有的东西，叫做全租金，韩文叫 KONSE。当你想租一间公寓，房东不要你每个月缴房租，而是要你一次先缴一笔相当于房屋市场价值 50% 到 80% 的押金，等到租约结束时，押金原封不动退给你。听起来很神奇，对不对？但这代表什么？代表房东其实在获得一笔巨额的无息贷款，他可以拿去做投资，去买股票，而租客为了凑出这笔押金，几乎都得跟银行借贷。在韩国，几乎没有人能避免这种房屋相关的债务，年轻人一辈子都在还这笔巨额押金的银行贷款，从未真正拥有过任何资产。
更糟的是首尔的房价，截至2024年底，首尔公寓的平均房价达到大约11亿韩元，折合台币大约2400万元。江南区更是恐怖，平均售价23.8亿韩元，相当于台币5000多万。一个普通的韩国上班族要不吃不喝20年才买得起一间首尔的中等公寓。所以你看，韩国年轻人薪水虽然高一点，但全部都被房子吃掉了。他们不是富，他们是被高杠杆的房地产绑架了。一旦房价下跌或利率上升，整个系统就会出大问题。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已经多次警告，家庭负债比重超过 GDP 的 80%， 就会制约经济成长。可是首尔的房价在2025年下半年又开始反弹。今年4月，家庭贷款增加 5.3 兆韩元，5月更扩大到6兆韩元，是去年10月以来最大增幅。韩国政府为了压抑房贷，已经被迫祭出第3阶段 DSR 总债务本息偿还比率限制，但效果如何还很难说。而台湾家庭为什么财富那么厚？这里有几个关键原因。第一，台湾人喜欢储蓄、买房、传承。我们的祖父母辈、父母辈几十年累积下来的房产、土地、股票都还在家庭手里。爷爷奶奶在台北买的那间透天厝，当年可能只要几十万台币，现在动辄上亿。这种跨世代的财富累积，是台湾家庭资产雄厚的根本。第二，台湾的财富分配相对平均。根据台湾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台湾每人吉尼系数只有 0.272， 低于韩国的 0.327， 日本的 0.286。 也就是说，台湾的贫富差距居然比日韩都还要小。第三，台湾家庭的财富吉尼系数是 0.606， 虽然不算低，但仍然低于日本、法国、德国的 0.67 到 0.72。 把家庭财富分成5等分来看，台湾最有钱的前 20% 和最穷的后 20%， 差距是 66.9 倍。听起来很大，但跟韩国的 140.1 倍、英国的 109.5 倍、法国的 627.4 倍比起来，台湾的财富分配反而是这几个发达经济体当中相对均匀的。所以从家庭财富的角度，台湾翻盘了，台湾胜。可是这还没完，如果你以为台湾这场财富竞赛从此一马平川，那你太天真了。台湾有一个巨大的隐忧，那就是房子。根据 Number 2025年的全球统计，台湾全国的房价所得比是 23.5%， 台北市更恐怖，房价所得比高达 34.3%。 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收入中位数的台湾家庭，要不吃不喝累积 23.5 年的所有总收入，才能买得起一间房。台北人更惨，要 34.3 年。这是什么概念？你22岁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要工作到56岁才能买得起一间房。等你买到了，你也准备退休了。而且这还是不吃不喝的条件下。如果你还要吃饭，要养小孩，要缴健保，那这个数字可以直接乘以2倍。我们再看日本和韩国。日本东京的房价所得比大约是 14.5 左右，远低于台湾。也就是说，东京人买房的压力比台北人小很多。一个东京上班族努力存钱14年就能在郊区买间像样的公寓。韩国首尔的房价所得比大约20到25，跟台北差不多，但韩国至少还有低利率房贷跟政府补贴。台湾的买房痛苦指数在3国当中可能是最高的。换句话说，台湾家庭资产账面上是亚洲第3，但很大一部分都冻结在房地产里，卖不掉，变不了现金，传给下一代之后也是继续扛着。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台湾人明明很有钱，但每个月都觉得很穷，资产丰厚，现金流匮乏。这就是台湾中产阶级的真实写照。爸妈的房子值2-3千万，但每个月还是要省吃俭用。孩子想出国念书，还得借学贷。这听起来矛盾，但却是台湾最常见的家庭风景。韩国的问题我们前面讲过，整个社会被押金、房贷、财阀绑架。日本的问题则是相反，太多的储蓄被通膨慢慢吃掉，企业的钱进不到员工口袋。每个国家都有自己过不去的坎。好啦，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终于可以回答最初那个问题：台湾
韩国、日本，到底谁才是真的有钱？答案是，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它取决于你怎么定义有钱这2个字。如果你问的是整个国家平均产出最多的，那是台湾，这是半导体和 AI 浪潮给这座岛屿的礼物。如果你问的是每个月可以拿到最多薪水，月光族生活最爽的，那是日本和韩国。日本的全产业均衡，韩国的财阀薪资都把一般员工的月薪推得比台湾高一截。如果你问的是整个家庭一辈子累积下来最有底气、最有家底的，那是台湾。我们的祖辈、父辈加上自己这代的储蓄和资产，让台湾家庭的平均财富超过了日韩总和的1半以上。如果你问的是贫富差距最小、社会最公平的，还是台湾。虽然我们骂到烂，但跟韩国的财阀垄断、日本的企业留存比起来，台湾的财富分配反而是这3国中最均匀的。但如果你问的是未来10年、20年最危险的，那也很难回答。日本的隐忧是人口老化和通膨吃掉储蓄，韩国的隐忧是家庭债务炸弹随时爆炸，台湾的隐忧则是房地产的天花板，加上对台积电一条腿走路的依赖。万一未来地缘政治出现变化，半导体订单转移，台湾这座经济奇迹之岛会不会跟着一起摇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担忧。所以没有绝对的赢家，也没有绝对的输家。朋友们，看完这集你发现了吗？所谓有钱这件事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游戏，它牵涉到产业结构、财富分配、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甚至几代人之间的传承和选择。日本人选择了稳定，但代价是失去了30年的活力。他们把钱死死锁在保险箱里，看着通膨慢慢吃掉自己的购买力，却不敢动1分钱去投资、去消费。韩国人选择了豪赌，压住财阀，压住房地产，但代价是被债务和押金死死绑住。整个国家像走钢索一样，一旦踩空就是万劫不复。台湾人选择了什么呢？也许是一种糊里糊涂的勤俭持家。我们不像韩国人那样敢借钱，也不像日本人那样只敢存现金。我们买房、买股，传给下一代，靠着一代代人的积累，悄悄地爬到了亚洲家庭财富第3的位置。只是我们自己都没意识到，我们还在边看着薪水条，边叹气，边看着房价，边骂政府，边看着日韩邻居过得花团锦簇而羡慕。但下次你再听到谁说台湾经济不行了，台湾人很穷，你可以笑着拿出手机，把这集影片给他看，然后告诉他，对，我们薪水确实低，房子确实贵，但我们家底真的比你想象的厚多了。我们不是穷人，我们只是现金流匮乏的隐形富豪。